欢迎收听中国古代诡秘事件全记录。一个算命先生如何躲过灭门之祸，靠一副对联保住全村命。在中国历史上，算命先生一直是一个极富争议却又广泛存在的职业。他们一边被讥为江湖骗子，一边又被百姓视作半仙。什么看风水、批八字、断生死，只要嘴皮子利索点，吃饭总不愁。但你要说算命能救命，甚至一副对联能保住全村人不被屠戮，这事听着离谱，却在明末清初真真切切地发生过。故事发生在明末乱世，朝廷腐败，地方混战，土匪成灾，改朝换代的大幕已经悄然拉开。在今天的河南一带，有个村庄叫下涧口，世代安稳。但在那年腊月，灾祸突然降临，邻村被一伙土匪洗劫一空，鸡犬不留，老人孩子全部被杀，连牲口都被宰成肉干。村民吓得整夜不敢睡觉，纷纷打包准备逃难。可就在大家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村里那个每天靠一口铜钱饭碗讨生活的老胡先生站出来了。他是个50多岁的老头，平日里走街串巷帮人算命写对联，口才极好，人也不张扬，但没多少人真把他当回事。可这次老胡先生的表现把全村人都看傻了。他说，这村不能走，也走不了，你们若真走了，一半人会死在山上，一半人再也回不来了。众人问他为啥，他却不答，只说你们照我说的做，不准为。他让全村人赶紧停工停饭，找出红纸黑墨，按照他的吩咐统一贴上一副对联。对联内容很简单，却诡异至极。上联天命已归大顺，下联忠良尽在吾乡，横批迎新朝。这话在当时可是大忌，因为顺是李自成的顺，清军打着顺天应人的旗号入关，谁敢随便喊归顺，就是投敌通贼。但老胡先生坚持，你们贴得整整齐齐的，贴得像宣纸一样干净，谁家贴歪了，就别怪我不提醒。村民虽然心里发毛，但看老先生一副此事非同小可的样子，也不敢违抗。第二天，满村珠帘飞红，对仗工整，远看就像整个村子在举办什么大典似的。果不其然，第3天下午，土匪真的来了，一伙50多人，全副武装，杀气腾腾。可刚到村口，大当家的扫了一眼村门口的对联，突然勒住马头，眯着眼睛看了几遍，然后把手一挥，撤。后面的兄弟不明所以，问他为啥。头领低声说，你们没看那对联，天命已归大顺，忠良尽在吾乡，咱碰上朝中人了，这是归顺清军的官宦世家，杀了他们咱都活不了。原来这帮土匪根本不是普通盗匪，而是早早投靠清军的地头蛇。他们靠抢劫明朝旧城的村落立功，换取地盘。如果这村是顺民，那杀一个都是大祸临头。那副看似普通的对联，在乱世里却成了一块避祸金牌，救下了一整个村子。事后有人问老胡先生，你早知道他们要来，还是你认识那土匪头子？老胡只说了一句，我只会看气运。那天全村气息如临深渊，我不过是在赌。其实他知道，这年头讲理不如讲立场，把自己包装成归顺代表，比什么祈福法事都管用。更惊人的是，几年后清军彻底南下，那村子因为早早归顺而免于清算，反而被划为安抚示范点，还修了祠堂，立了一联碑。而老胡先生也在第2年悄然离世，只留下了一个布满墨痕的旧箱子，里面全是他写过的对联和卦象，没有一张错漏。他不是神仙，也不是大官，但却用一支毛笔，一张红纸，写下了一村人的生路。这不是算命，而是看透人性与时局的智慧；不是通天神术，而是在风雨欲来的乱世里，微弱却精准的一记反击。所以啊，有时候救命的不是刀，是话；不是符咒，是对联。在那个动辄灭门的年代，能说对一句话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而那个写对联的老先生，或许才是真正的古代智慧的代言人。